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困惑？你比身边任何人都努力，每天最早到公司，最晚离开，你学习各种技能，考取无数证书，你牺牲了休息时间，推掉了所有社交，只为在事业上更进一步。然而，当你回头看，那些看似比你轻松的人，却一个个扶摇直上，财富、地位、成就，像被磁铁吸引一般，自动向他们靠拢，而你却像一艘在原地打转的船，耗尽了燃料，却始终无法驶向远方。你开始怀疑，是命运不公，是自己天赋不够，还是这个世界根本就不相信努力二字。我曾和你有过一样的迷茫，直到有一天，我读到亚当斯的一句话：你不需要目标，你只需要系统。这句话像一道闪电，瞬间击穿了我对成功的固有认知。它颠覆了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朴素信念。它揭示了一个残酷却真实的真相：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，从来不在努力，也不在天赋，而在于你是否拥有一套能够自动运转、不断优化、为你创造价值的人生系统。就像洛克菲勒说的，整天工作的人没有时间来挣钱。如果你没有系统，你就只能一直用蛮力去拼命，成为系统的奴隶。可一旦你拥有了一套精密的系统，你就能成为系统的主人，让财富、地位、成就像自然规律一样自动向你靠拢。这不是鸡汤，这是顶层智慧的秘密。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套人生系统的4大核心支柱：能量系统、认知系统、权力系统、博弈系统。它们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。当你逐一打磨，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就像被安装了外挂，一切都开始顺畅起来。第一根支柱，能量系统，你的生命燃料，决定你能走多远。所有的伟大成就，到最后其实都是一场能量的比拼。我见过太多人，每天没做几件大事，就累得瘫在沙发上，眼神涣散，精神萎靡。他们口中抱怨着内耗，却从未真正理解内耗的本质。心理学上有个自我损耗理论，每一次决策，每一次抵抗诱惑，每一次情绪波动，都在消耗你的心理能量。能量不足的人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，想做事，却始终提不起劲，提不起劲，就更焦虑，越焦虑，能量流失得越快。而那些真正的高手，他们却能连续高强度工作1周，仍然眼神坚定，精神充沛。他们不是超人，他们只是深谙能量管理的艺术。他们知道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更是生产力的源泉。那么，如何打造一套属于自己的能量系统？这不仅仅是早睡早起、健康饮食那么简单，它是一套全方位的生命管理哲学。一、管理身体能量。你的身体是你的超级计算机。我们常常把身体当作一台永不疲惫的机器，肆意透支、熬夜、暴饮暴食、久坐不动，这些行为都在悄无声息地腐蚀你的能量池。真正的高手从不透支身体，他们深知身体是承载一切梦想的基石。规律作息，找到你的黄金时间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，有人是晨型人，清晨效率最高；有人是夜猫子，深夜灵感爆棚。找到你的黄金时间，将最重要的工作安排在这个时段，事半功倍。比如，苹果公司的 CEO 蒂姆·库克，每天凌晨3点45分起床，处理邮件、健身，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。他将最需要专注和决策的任务安排在身体和精神能量最充沛的清晨。
健康饮食，为大脑提供优质燃料，你吃什么，你就是什么。高糖、高油的食物会让你的血糖像过山车一样波动，导致精神不济，而富含蛋白质、健康脂肪和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食物，能为你的大脑提供稳定而持久的能量。适度运动，让身体动起来，运动不仅能强身健体，更能释放内啡肽，改善情绪，提升专注力。不必追求高强度训练，每天30分钟的快走、瑜伽或游泳，都能让你的能量焕然一新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，即使在最繁忙的任期内，也坚持每天健身。这不仅是为了健康，更是为了保持清晰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来应对国家大事。2、管理情绪能量，学会翻篇，让情绪为你服务。情绪是能量最大的泄漏口，负面情绪就像一个黑洞，会迅速吸走你的所有能量。能量高手不会让情绪裹挟自己，而是让情绪为自己服务。他们懂得如何快速从负面情绪中抽离，将注意力转移到更有建设性的事情上。远离负能量的人和事，你的圈子决定你的能量场。那些总是抱怨、指责、散播焦虑的人，就像能量吸血鬼，会不断消耗你。学会设置边界，甚至果断离开那些让你感到不适的关系。学会快速翻篇，遇到挫折或不顺心的事情，允许自己有短暂的低落，但绝不沉溺。练习情绪抽离，将事件与情绪分开。比如，一位顶级销售员，即使被客户拒绝了10次，他也不会让前9次的失败影响第10次的热情。他会迅速总结经验，然后将情绪清零，重新出发，培养积极心态，练习感恩。积极的心态不是盲目乐观，而是面对困难时依然能看到希望和机会的能力。每天花几分钟写下你感恩的事情，这能有效提升你的情绪能量。3、管理心智能量，减少决策疲劳，进入自动驾驶。每一次选择，无论大小，都在消耗你的心智能量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一天结束时会感到精疲力尽，即使身体没有做太多体力活。简化选择，建立习惯。史蒂夫·乔布斯每天穿着一样的黑色高领毛衣，马克·扎克伯格总是穿着灰色 T 恤。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品味，而是为了减少每天早上穿什么的决策，将宝贵的心智能量留给更重要的决策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为你的重复性任务建立习惯和流程，让它们自动化。学会授权与放手，你不是超人，不必事必躬亲。学会信任你的团队，将不那么重要的任务授权出去，将你的心智能量集中在那些只有你才能做好的事情上。寻找心流体验，当你做的事情刚好符合你的兴趣和能力边界，你会进入一种心流状态，那种感觉就像时间消失了，你越做越充电，而不是被消耗。找到你的心流活动，并有意识地安排时间投入其中。第2根支柱，认知系统，别用拼命掩盖不会思考。你的思维边界就是人生边界。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鸿沟，不是财富，而是认知。低认知的人总是忙于眼前的鸡毛蒜皮，只能看到短期利益，被表象所迷惑。他们像在迷雾中奔跑的旅人，即使在努力，也可能南辕北辙。高认知的人懂得看见全局，看见长远，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底层逻辑。他们拥有穿透迷雾的眼睛，总能找到最优的路径。认知就像你大脑的作业系统，作业系统越先进，你能处理的信息就越多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。邓宁克鲁格效应告诉我们，
能力不足的人往往最自信，而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更谦虚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太多不知道的地方。这就是认知的力量。那么，如何升级你的认知系统？一、打破信息茧房，主动拥抱不舒服的真相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但同时也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。算法会不断推送你喜欢看、认同的内容，让你待在舒适的同温层里。但认知升级的开始，往往是让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。主动接触多元信息源，不要只看你喜欢的媒体，不要只听你认同的观点，去阅读不同领域的书籍，关注不同立场的专家，和不同背景的人交流。比如，一位成功的投资人，不仅会研究财经新闻，还会涉猎历史、哲学、社会学，因为他知道，市场的波动往往是人性的折射。练习批判性思维，对任何信息都保持质疑，不盲从，问自己，这个观点的证据是什么？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？它的局限性在哪里？走出舒适区，体验不同生活，旅行，学习新技能，接触新文化，这些都能拓宽你的认知边界。当你看到世界的广阔，你的思维也会随之开阔。二、掌握思维模型，让你的大脑拥有瑞士军刀。查理·芒格曾说，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，看什么都像钉子。这就是很多人认知的局限，他们只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模式，遇到任何问题都用同一种方法去套用。你需要让你的大脑拥有不同的工具，也就是思维模型。思维模型是前人总结出来的，经过验证的，能够帮助你理解世界、解决问题的框架。第一性原理思维，追溯事物的本质，而不是类比。埃隆·马斯克在制造火箭时，没有去研究现有火箭的成本，而是从物理学的第一性原理出发，计算出原材料的成本，从而发现火箭成本可以大幅降低。逆向思维，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成功，不如先思考如何避免失败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建立一段好的关系，不如先思考如何避免一段糟糕的关系。复利思维，理解时间和积累的力量。无论是知识、财富还是技能，微小的进步，长期坚持，都会产生惊人的复利效应。机会成本思维，任何一个选择都意味着放弃了其他选择。学会权衡利弊，做出最符合你长期目标的选择。能力圈思维，了解自己的能力边界，只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做决策。巴菲特和芒格之所以成功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从不投资自己不理解的行业。认知的底层工具越多，你看世界就越立体，你的决策就越明智。三、实践反馈修正认知，在知错中进化。认知不是书本知识，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迭代出来的。知行合一，大胆实践，读再多的书，听再多的道理，如果没有付诸实践，那都只是知道，而不是做到。将你学到的思维模型应用到实际问题中，寻求反馈，勇于面对，主动向他人寻求建设性意见，尤其是那些敢于指出你错误的人。反馈是认知升级最快的催化剂。反思总结，不断改进，每天或每周花时间反思你的决策、行为和结果，哪里做得好，哪里可以改进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。通过不断的反思，你的认知会螺旋式上升。第三根支柱，权力系统，影响力的本质，让你的梦想不再孤单。一提到权力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官僚主义、勾心斗角，甚至觉得它与自己无关。其实，这是一种狭隘的理解。真正的权力，是你影响别人、调动资源的能力。一个人再聪明，
如果没有权力系统，他只能单打独斗，难以做大事。而有了权力系统，你就能用别人的力量去成就自己的梦想。权力不是天生就有的，它来自于你的社会地位、专业知识、人际关系，以及你个人品牌的影响力。哈佛心理学实验表明，只要人们认定你是权威，哪怕这个权威是虚构的，他们也会下意识地服从你。这就是权威效应。那么，如何打造你的权力系统？一、成为细分领域的专家。你的专业是你的硬通货，在任何一个领域，当你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人，你的话语权自然会提升。深度钻研，建立壁垒，选择一个你热爱且有潜力的细分领域，投入时间和精力，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，让别人一想到这个领域，就想到你。比如，一位律师专攻某个小众的法律分支，久而久之，他就会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，拥有极高的影响力。持续学习，保持领先，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你需要不断学习，保持你的专业知识处于前沿，分享知识，贡献价值，通过写作、演讲、教学等方式，将你的专业知识分享出去。当你帮助了更多人，你的影响力也会随之扩大。二、构建人脉网络，别急着索取，先去提供价值。人脉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，而是有多少人愿意帮助你。真正有效的人脉是建立在互惠互利和信任基础上的。先提供价值，再寻求帮助，不要等到需要帮助时才想起别人。平时多观察，主动为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比如，你可以为朋友介绍客户，为同事提供专业建议，为行业贡献你的洞察。建立深度链接，而非广度。与其认识100个泛泛之交，不如与10个志同道合的人建立深度链接。这些深度链接会在关键时刻发挥巨大作用。维护关系，保持真诚，人脉需要长期经营，定期与你的重要人脉保持联系，关心他们，真诚地对待他们。3、打造个人品牌，你的名字就是你的信誉背书。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，个人品牌就是你的名片，是你的无形资产。清晰定位，塑造形象，你希望别人如何看待你？你希望在什么领域被记住？清晰地定义你的个人品牌，并在你的言行举止中始终如一地展现它。内容输出，建立影响力，通过社交媒体、博客、播客等平台，持续输出有价值的内容，让你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，让你的专业被更多人看见。言行一致，积累信誉，你的承诺，你的行为都会影响你的个人品牌。言行一致是建立信誉的基石。当你的名字成为信誉的代名词，你的影响力将无远弗届。4、学会讲故事，能影响人心，才是真正的力量。人类是天生的故事动物，一个好的故事比枯燥的数据和理论更能打动人心，更能传播。提炼你的核心故事，你的成长经历，你的创业故事，你的失败与成功，这些都是你独特的资产。学会将它们提炼成引人入胜的故事，用故事传达价值观。故事不仅能娱乐，更能传达你的价值观和理念。当你的故事与他人的内心产生共鸣，你的影响力将会倍增。练习演讲与表达，无论是面对大众还是小范围交流，清晰、有感染力的表达能力，都是你权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没有权力系统，你只能是棋子；有了权力系统，你才能坐在棋盘上，甚至成为下棋的人。第4根支柱，博弈系统，复杂世界的生存法则，让你在棋局中游刃有余。当你有了充沛的能量、
清晰的认知和强大的权利。最后，你还需要学会博弈，因为世界从来不是单线程运行，而是一个个利益交织的博弈场。无论是职场晋升、商业谈判、家庭关系，甚至是国际政治，本质上都是一场场精密的博弈。博弈并不是尔虞我诈，而是对规则、人性和策略的深刻理解。它是一种智慧，让你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，同时也能实现共赢。那么，如何提升你的博弈系统？一、看清规则。进入任何一场游戏，先搞懂游戏说明书。很多人不是输在实力，而是输在根本没看懂规则。理解显性规则、法律法规、公司制度、行业标准，这些都是明面上的规则，必须遵守。洞察隐性规则，办公室政治、潜规则、人情世故，这些虽然没有明文规定，却深刻影响着事情的走向。比如，一位初入职场的年轻人，如果只知道埋头苦干，却不懂得如何与同事相处，如何向上管理，那么他的努力很可能被忽视。分析利益分配机制，谁是规则的制定者？奖励如何分配？惩罚机制是什么？理解这些，你才能知道如何在这个游戏中最大化自己的收益。二、理解人性。谈判、销售、管理，本质上都是对人心的洞察。谁能抓住人性，谁就能在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。学习心理学，了解人类的认知偏差、情绪触发点、决策模式。比如，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，人们对损失的厌恶远大于对收益的渴望。在谈判中，强调对方可能失去什么，往往比强调对方能得到什么更有效。换位思考，培养同理心，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，理解他们的动机、需求和顾虑，这能帮助你预判对方的行为，并找到共同的利益点。观察细节，读懂潜台词，一个人的微表情、肢体语言、语气变化，往往比他说的话更能透露真实意图。学会观察这些细节，能让你更好地理解对方。三、培养共赢思维。最聪明的博弈是把蛋糕做大。低层次的博弈是零和游戏，你输我赢。高层次的博弈是正和游戏，大家都能赢，甚至把蛋糕做大。一报还一报策略，这是博弈论中最经典的策略之一。第一步先合作，第二步根据对方的行为来回应。对方合作，我就合作；对方背叛，我就反击。这既展示了善意，又守住了底线，避免被利用。寻找共同利益点，在任何一场博弈中，都试图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利益点，这能为合作奠定基础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，建立长期关系。短期的胜利往往是短暂的，真正的博弈高手会着眼于长期关系的建立，让别人也能赢，你才能赢得更久，获得更持续的成功。比如，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在与供应商谈判时，不会一味压榨对方，而是会考虑供应商的合理利润，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，最终实现双赢。博弈就是智慧的体现，你看透了人性和规则，你就能在复杂世界中游刃有余，不再是棋盘上被摆布的棋子，而是能够主动布局、掌控全局的玩家。能量决定你能走多远，认知决定你能看多高，权力决定你能走多稳，博弈决定你能赢多少。这四个系统层层递进，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。它们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的，它需要你长期打磨，不断学习，持续优化。但一旦你把这四个系统逐渐完善，你会发现，财富、地位、成就不再是你苦苦追逐的目标，
而是你的系统自然而然的产物。你将不再是那个被动应对、疲于奔命的打工人，而是成为一个能够掌控自己人生、影响他人、创造价值的系统设计师。从今天起，停止盲目努力，开始打造你的系统。愿你成为一个认知清晰、能量充沛、影响力深远，在复杂世界中游刃有余的真正强者。现在，我想听听你的故事。在这4大系统中，你觉得自己最需要提升的是哪一个？你又打算从哪里开始，为自己的人生安装这个外挂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和行动计划，让我们一起成为头脑清醒的真正强者。